单件造价 14.29 亿美元，替换星座级巡防舰的传奇级改进型 FFX， 战力到底有多夯？如果说我要花16亿美元买一艘没有垂直导弹发射管，甚至连反潜声呐都没有的裸奔护卫舰，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是在开玩笑？美国海军2027财年的预算书却已经把这个笑话变成了现实。根据美军公布的预算书，这款名为传奇级改进型 FFX 的新型护卫舰首件造价高达 14.29 亿美元，到了第3、第4艘造价更是直接飙到19亿美元。而它的 Flight 1方案居然取消了内置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取消了拖拽阵列声呐，甚至连反潜鱼雷都给省了，用近数百亿新台币造一艘只能用主炮打海盗的巡逻船，这看起来简直是一个世纪大笑话。但是如果你真的认为美国海军的将领们连这笔账都算不清楚，那你对现代海战的认知显然还停留在二战比拼大炮口径的时代。那么美军为何会冒着所有人都在看笑话的压力，强行推进放弃了单件火力的 FFX 甲板上那个神秘的集装箱究竟藏着怎样的防空技术？要看懂 FFX 的战术价值，我必须先让大家了解一下美国海军上一代护卫舰项目 FFG-62 星座级到底为何会被斩于马下。2025年11月，时任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兰正式宣布，原计划采购20艘的星座级项目因重大设计缺陷彻底下马，仅保留2艘已经切了钢板的半成品。最开始美国海军的思路是很清晰，既然国内造船厂缺乏护卫舰设计经验，那就直接买欧洲的现成图纸。他们选中了意大利和法国联合研制的 F-2E-MM 多用途护卫舰，这是一款在欧洲经过10几年实战检验极其成熟的底盘。按照原计划，美军拿到图纸就直接在美国船厂切割钢板焊接，简单快捷便宜，一套流程丝滑有序。但当图纸送到五角大楼和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后，灾难开始了。专家们看着这套欧洲图纸连连摇头，欧洲人的雷达不行，必须换成我们最新研发的 SPY-6 有源相控阵雷达。欧洲人的机舱布局不符合美军的安全标准，改。欧洲人的抗战损荣誉度太低，管线必须重新走。专家们开口一句话的是，可这样修改起来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换了更重的雷达，船体重心就会升高，为了防翻船，就得拉长拉宽船体。船体变大了，原有的动力系统就带不动了，发电机也得换。最终星座级的设计图纸被修改了高达 85%， 它早就不是那艘成熟的欧洲护卫舰了，而是变成了一个头重脚轻的缝合怪。造船厂的工人拿到图纸完全无法施工，今天焊好的舱壁，明天因为新的修改意见又得切掉，进度从延误1年2年变成遥遥无期，预算也从单件8亿美元一路失控飙升。面对这种工程灾难，美国海军最高层怒了，他们果断断腕，星座级死刑，而且立即执行。既然砍掉了星座级，那么又该用谁来填补海军水面舰队编制表上的空白？现役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这玩意儿太贵太老，更何况用造价20亿美元的防空舰去干巡逻舰的活，这是严重的战略资源浪费。美军急需一款能够在2030年前迅速形成规模的牛马。既然全新设计已经证明走不通，欧洲图纸又水土不服，还能有什么？杭廷顿英格斯造船厂此时递上了一份现成的图纸，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传奇级国家安全巡逻舰，并且船厂手里刚好有一个没用过的 NSC 11号船体分段。专家围过来研究半天，纷纷激动表示就是它了。为什么选一艘巡逻舰？因为它满足了美军目前最极端的3个刚需。第一，传奇级这个船体已经在大西洋和白令海峡狂风巨浪中服役了17年，其耐波性、结构强度、动力系统可靠性全部经过了海量实战数据的验证，没有任何盲盒需要开。第二，美国造船业目前的产业工人极度短缺，但对于传奇级 HII 船厂的工人闭着眼睛都能把钢板焊在一起，这条生产线是现成的，热乎的。第三，便宜，不需要漫长的研发论证期，直接进干船坞组装。于是基于传奇级船体的平替版护卫舰 FFX 计划火速上马，确定了底盘，接下来就是如何把它变成一艘军舰。这里美国海军做出了一个饱受争议的决策，第一批次的前2艘坚决不装内置的垂直发射系统，
这就意味着 FFX 或许不具备重型打击手段，也难怪外界嘲笑这是花14亿买个裸奔的靶子。但在外行只看到了热闹，在内行眼里，这是一次高明的减法。MK41 垂直发射系统不是几根普通的铁管子，它需要向下穿透数层甲板，配置独立的排烟通道，以承受导弹点火时数千度的高温燃气。它需要安装极其复杂的防爆门和海水喷淋灭火系统，在有限的船舱内重新排布电缆和管线。如果在原本没有预留 VLS 坑位的传奇级船体上强行挖坑，就必然要进行大规模的内部舱室重新设计，这就会不可避免地重蹈星座级的覆辙，修改图纸、拖延工期、超支预算。但美军的底线摆在那里，首舰必须在2027年6月开工，2023年交付，任何可能威胁这个时间节点的子系统全部砍掉。于是造船专家大手一挥，没有 VLS， 没有拖拽阵列声呐，先把船壳子造出来，把发电机塞进去，把动力系统跑通，让战舰先下水，先服役，先去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把主力的伯克级驱逐舰替换下来，这就是第一批次 FFX 的核心任务。不过美国海军真的会让这艘14亿美元的战舰只带着一门主炮去海上裸奔吗？当然不可能。既然不能在肚子里挖坑，那就在甲板上外挂。美军在第一批次上引入了一个彻底改变舰艇火力配置的革命性概念 MK70 集装箱化发射系统。这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标准的4连装 MK41 垂直发射单元完全集成到一个12米长的标准集装箱内的成品模块。它自带环境控制系统、电源管理系统和数据链接口，这意味着只要一艘船的甲板足够大，承重足够强，你就可以用港口的普通吊车把这个集装箱吊上甲板，插上电源线和数据网，船就瞬间具备了发射美军现役主战导弹的能力，就像给电脑插上了一个即插即用的 USB 外接硬盘。FFX 宽阔的后甲板可以轻松容纳多个 MK70 模块，里面装的是美军目前最顶尖的标准6。这种导弹不仅能以极高速度拦截400公里外的敌军战机和反舰导弹，甚至能客串超音速反舰导弹，直接把敌方的驱逐舰打成2截。在和平时期的巡逻任务中， FFX 可以不带 MK70 模块，腾出甲板空间存放救援物资或快艇。一旦战区局势升温，它可以在任何一个具备吊装能力的民用港口，用几个小时的时间装上满载标准6的集装箱模块，直接化身成一艘具备极强区域防空和超视距打击能力的火力舰。不挖坑，不改图纸，却同样获得了超视距的致命打击能力，谁还敢嘲笑 FFX 是个裸奔的铁盒子？当然，不少朋友可能会问，就算装了标准6 FFX 这艘由巡逻舰改来的护卫舰，它的雷达能看那么远吗？它能提供火控级别的引导吗？其实它不需要自己看。在传统的单舰作战时代，一艘军舰想要打中目标，必须依靠自己的雷达锁定目标。但在美国海军现在的网络中心战架构下，所有的舰艇、飞机、卫星都只是这个庞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FFX 虽然没有装备伯克级那种功率恐怖的相控制雷达，但它装配了美军最高等级的战术数据链和高宽带卫星通信终端。在实战中，前方几百公里外的高空可能有 1、2D 先进鹰眼预警机在巡航，前方几百公里外的低空可能有 F-35C 隐身战机在侦察。当 F-35C 的被动传感器锁定了敌方的一支舰队时，飞行员不需要自己开火暴露位置，目标精确的火控坐标会通过数据链瞬间传回后方，游曳在绝对安全距离内的 FFX 护卫舰接收到坐标后，直接通过甲板上的 MK70 集装箱发射标准6导弹。导弹升空后 FFX 就不管了，导弹在飞行过程中通过数据链实时接收前方 F-35C 或预警机传来的修正指令，直到最终命中目标。这就是 A 发现 B 开火。在这个打击手法里， FFX 根本不是一个需要冲锋陷阵的角斗士，而是游荡在太平洋上的分布式移动武库。它不需要顶级的雷达，只要它接入了美军的作战网络，它的打击范围就是整个美国海空军的探测范围，它就是一艘海上的超级战舰。了解了网络中心战，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美国海军赋予 FFX 的另一个核心任务，充当无人系统的指挥节点。未来海战的趋势是什么？
是规模极其庞大、成本极其低廉的无人水面载具和水下无人潜航器。美军的幽灵舰队计划正在疯狂推进，那些长度只有10几米、几十米的无人艇，携带着电子战模块、声呐或者自杀式炸药，将成为未来海战中的主力耗材。但是这些无人艇有一个致命的物理限制，它们需要高带宽通信链路来进行指挥控制。如果完全依赖卫星通信，一旦卫星被干扰或摧毁，无人艇就会失控，必须有大型的有人水面舰艇部署在靠近前线的水域。作为这些无人艇的本级指挥母舰， FFX 便提供了庞大的舱室空间和充沛的电力供应。它将搭载数十名无人系统操作员，变成一座海上的无人机群指挥所。战时 FFX 可以释放出几十艘无人扫雷艇，在前方雷区开辟航道，然后释放出成群的无人反潜艇，构建一道宽达几十公里的水下监听网，甚至指挥挂满导弹的无人突击艇对敌方舰队发起饱和攻击。用一艘14亿美元的护卫舰去控制整片海域成百上千个无人作战节点，这种将有人指挥与无人杀伤完美结合的战术设计，才是这艘船隐藏最深的战略价值。当然，巡逻舰的底盘加外挂集装箱终究只是应对产能危机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军并没有忘记一艘正规护卫舰该有的样子，真正的终极形态被放在了2027财年启动设计的第2批次上。在第1批次跑通了舰体动力和电子架构后， Flight 2将进行极其深度的武装化改造。预算案中明确指出，第2批次的重点是利用第1批次刻意预留的重量和空间弹性，在舰体内部正式挖坑，整合固定式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此外，还将全面升级反潜作战系统，安装大型舰首声呐和拖拽阵列声呐，让其具备独立猎杀静音核潜艇的能力。舰炮也将从基础版升级为更先进的 MK48 GWS 海军标准舰炮系统，甚至可能加装高能激光防御系统。所有的武器和传感器将彻底抛弃过渡性的接口，全面过渡并硬连接到基于宙斯盾系统的整合作战系统中。这种造舰模式在美军内部被称为螺旋式上升或渐进式升级，它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当年成就了美国海军水面绝对主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早期的伯克级 Flight 1连个直升机库都没有，一路小步快跑，分批次升级，才进化成了如今战力爆表的 Flight 3。从美军公布的造价清单看，第1批次首舰 14.29 亿美元，到了2031财年采购的带有垂直发射系统的第3、第4艘，更是因为船厂分摊工期和建造难度上升，建造周期被拉长至60到63个月，单件造价飙升至19亿美元，这可是将近600亿新台币。同样的价格，在亚洲的造船厂足以造出2到3艘排水量超过10000吨、装满112个垂发坑位的顶级防空驱逐舰。为什么美国的船这么贵？其实这是去工业化结出的最苦涩的果实。冷战结束后，美国关闭了大量的民用造船厂，没有庞大的民用造船订单支撑，相关的配套产业链、特种钢材冶炼、船用柴油机制造、大型船用阀门全面萎缩甚至断代。如今整个美国能够承接大型军舰建造的船厂，满打满算只剩下那么2、3家。他们不仅垄断了市场，更要命的是找不到工人了。那些掌握着高超焊接技术的产业工人已经老去，而美国的年轻人宁愿去硅谷敲代码，去华尔街搞金融，也没人愿意钻进脏乱差的船坞里去焊钢板。所以对美军而言，这19亿美元买的不仅仅是一艘护卫舰的钢材和雷达，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资金实际上是被五角大楼当作战略补贴输血给了 HII 等仅存的造船厂。美军是在花高价养着这些造船厂，确保他们的熟练工人不会流失，确保生产线不会生锈停工。因为一旦这些最后的工业独苗也倒闭了，就算国会批了再多的军费，也再没有人能替他们把图纸变成战舰。看懂这层考量，我们再次审视美国海军2027财年那份高达3775亿美元的总预算，其中658亿美元的造船资金计划购置34艘舰艇。FFX 项目最终计划采购共22艘，总采购金额约361亿美元。贵吗？贵，但贵有贵的道理。14.29亿美元买下的不仅仅是一艘改装的巡逻舰，更是美国船舰制造的未来。好了，本期关于美国海军下一代护卫舰 FFX 的分析到这就结束了。大家认为，面对造价直逼大型驱逐舰的4750吨级护卫舰，
美国这种砸钱保产能的战略补贴模式能否挽救本土造船工业？而 FFX 项目又能否完美接替星座级的重任？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见。